那么对于普通观众来言，是不是说我们最需要警惕，也是最容易和您刚才说的这个冻结肩搞混淆的，就是这个肩袖损伤呢？是的。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肩袖损伤啊，正是临床中最常见，也是最需要与这个冻结肩进行区分的一个疾病。所谓的这个肩袖损伤啊，是一个广谱的谱系，它包括从肌腱的这个轻微炎症，肌腱炎，我们说的腱鞘炎，到肌腱的这部分的纤维断裂，再到肌腱的完全断裂，我们叫全程撕裂等一系列问题。它和这个冻结肩呀，从这个发病的原因、表现出来的症状，到这个根本的这个治疗原则，都是完全不同的。那您看啊，刘主任，您刚才提到了病因和症状不同，具体的不同在哪里呢？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就能对咱们自己的肩膀的情况做一个非常初步的判断和区分呢？有的。这里我教大家一个非常核心且实用的这个鉴别方法。就是观察是自己动还是别人帮你动的区别。就是我们称为主动跟被动活动的一个测试。如果是冻结肩，因为关节囊嘛粘连了、粘连了、挛缩了，就像一扇门的门轴完全锈死了一样。这时候无论你自己用力想抬起来，就是主动活动，还是家人朋友握住你的手，想帮你抬起来，都会感觉到各个方向，包括前举、侧举，向后摸背了，梳头发了，就比较活动困难，有一种被卡住、锈死就被锁死的这种坚硬感。这是冻结肩。如果是这个肩袖损伤呢，问题出现在肌腱上，好比是门的这个铰链坏了，或者绳儿快断了。凭自己主动想抬起来，可能感到疼痛，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当然，如果别人握住你的手臂，帮你做这种被动的动作，抬起动作吧，你会发现，可能这个肩部还是能做一些基本的动作的，感觉是不是正常呀，或者是接近正常，没有那种卡住的那种感觉。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是自己抬不起，别人能帮你抬起来，就有可能就得怀疑这个肩袖损伤。刘医生，您看啊，您刚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主动、被动测试，确实呢非常直观。那我们观众朋友们在家也不妨请家里人帮忙，咱们简单的来感受一下。除了这个活动范围的测试，那以上这两种疾病在疼痛的感觉上有没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区分呢？刘医生能不能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的。这个疼痛啊，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啊，就是疼痛的过程了啊。这个冻结肩的疼痛啊，通常它是持续性的这个钝痛或者是酸痛、隐痛。疼痛的位置啊，它比较模糊，就是好像是整个肩膀区域，它也说不清，就一个指头它指不出具体的哪一点最疼。它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夜间间隙痛。就是睡觉的过程中，疼痛会加剧，甚至就把人疼醒了，影响这个睡眠。这个肩袖损伤的疼痛啊，更多是有些特定动作，就是做一些特定动作，一些这个锐痛或者撕裂性的一个疼痛。疼痛的位置通常比较明确啊，比如说肩膀的前外侧了，肩峰的前下方了。疼痛它自己能找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压痛点。它还有一个就典型的表现叫疼痛弧，就是当你尝试把这个自己的手臂啊向身体侧方抬起，就是外展时啊，这样对，到在60度到120度这个区域，它有个过程，有个度这个度数过程突然会加剧。但是低于这个度数或者高于这个120度的时候，疼痛反而减轻。就又能抬起又能活动。
夜间痛有可能会出现，但不像那个冻结肩那样几乎必然存在啊，就是有的人会出现，有的人不会出现啊。刘医生，那您看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很多中老年观众，那他们的身体感知可能不如年轻人那么敏锐了，有时候疼痛呢不明显，但是问题可能已经在这个私底下酝酿了，对吧？那我们针对中老年朋友，有哪些咱们常见的，但是特别容易被忽视掉的身体信号，可能已经在提示我们的肩膀或者脖子已经出现损伤了呢？这一块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你提的这个问题啊，也非常重要。具有这个很强的这个现实意义吧。对于这个中老年人啊，肩颈问题的信号，有时候啊确实比较隐蔽。也不一定是剧烈的那种疼。我建议大家留意以下这个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进行性的一个无力感。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早期信号。它不是疼的受不了，而是感觉手臂啊它没劲儿，发软。比如说炒菜时啊，觉得这个炒过的锅啊变重了，握不稳，梳头啊，自己梳不到后脑勺，晾衣服啊举不起这个晾衣杆，甚至端个水杯或者是拿书包都觉得沉。这个就提示这个肩袖的肌肉肌腱啊可能存在这种慢性的劳损。或者有些是轻微的这个撕裂，第二个就是不免原因的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夜间那个间隙痛，不一定也不一定会痛醒，但是晚上睡觉时啊，总觉得怎么躺这个胳膊都没地儿放，压着也难受，得翻身得找个合适的这个姿势，或者早晨醒来的时候啊，感觉这个肩膀比较硬。比较酸胀，需要这个活动活动，才能缓解。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活动范围，它在慢慢的缩小，自己可能没有感觉不到，但慢慢一天，它不是一天突然就不能活动了，它开始自我感觉有些动作我怎么以前能够得着的事儿，它够不着了。比如说，这个女性扣这个文胸后背的扣，搭扣，以前就很容易，现在觉得越来越困难。男性啊，就是这开汽车时，去后座取东西，以前一转身一伸胳膊就取到了，可能慢慢的觉得就变得吃力了。洗澡时不能搓背，不能自己搓后背中间的那块区域，这个搓背动作自己完成不了了。然后就是静息式的酸胀感，就是在静止状态下，比方说看电视了、读书了、聊天了这些不动的状态下，肩膀会自发的就是出现这种酸胀，这种不适感，需要我的活动活动，我才舒服。还有就是一些伴随症状，就是颈部的一些不舒服，有的其实好多中老年人肩痛哈，根儿。可能在就是颈椎病，颈椎上，就颈椎的蜕变，什么骨质增生了，颈椎间盘突出了，可能会压迫一些神经，引起从脖子到肩膀，甚至是放射到上臂了，这种酸麻胀，这些疼痛啊，往往和颈部的这个姿势有关啊，这是这些问题。非常感谢刘医生这么细致贴近生活的提示啊。所以啊，我们看啊，中老年朋友真的要特别关注那些不疼但没劲儿，晚上睡觉总别扭，以及悄悄发生的活动受限，这些不那么起眼儿的隐匿信号。